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震动中外的中国军队高层大地震。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突然被宣布落马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查。北京军界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换血，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军队出了大问题，甚至可能失控。难道中共内部发生了激烈内斗，连习近平的亲信都不放过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其实另一种更惊人的可能性正在浮现，这一系列震荡不是权斗的副产品，而是中国军队即将进入绝对战争状态的信号。也就是说，北京正在为一场可能到来的大战做最后准备。为何这么说呢？我们将从头开始，深入推演这场军队整肃背后的脉络与目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张又侠是什么来头，他的落马为何让各界震惊。张又侠是75岁的上将，革命元勋之子，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的铁杆战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又侠的父亲张震是中共开国上将，曾任军委副主席，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战友故交，属于根红苗正的军中太子党成员。正因如此，外界一直认为习对张又侠格外信任，将其视作掌控军权的重要支柱之一。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是极少数真正有实战经历的高级将领。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，张又侠仕途一路攀升，先主管军队装备采购和研发，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位居中国军方第2号人物。可以说，他是解放军红二代将领中的代表人物。就是这样一位军中巨头，在2026年1月下旬，却忽然被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遭到立案调查。与他同时落马的还有中央军委委员、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。要知道，联参部参谋长相当于解放军的总参谋长，负责作战指挥和计划，是军队最高作战指挥官之一。两人同时倒台，意味着仅仅在中共20大2022年底任命产生的中央军委7名成员中，已经有5人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出局。现在整个中央军委班子中，只剩下习近平自己以及主管纪检的张生民还在原位。张生民作为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，一向以清廉和对习忠诚著称，如今也成为军委仅存的支柱之一。这样的大清洗在中共军史上前所未见，如此高层震荡，外界自然充满猜测。有些人认为这显示中共内斗白热化，习近平即便是对自己阵营的人也痛下杀手，军中可能存在一场权力斗争。甚至有人担心频繁的人事清洗会导致军心不稳，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。毕竟中共历史上曾有林彪这样的高层叛逃事件，让领导人对军中潜在的不忠充满戒心。然而另一种观点指出，这其实恰恰不是军队失控的表现，而是习近平对军队控制力达到顶峰的体现。因为只有在确保绝对掌握的情况下，他才能挥刀斩向军中最高层，而无后顾之忧。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从历史看也是如此。而他这样做的深层原因，极可能是为了让整支军队进入临战状态，排除一切未爆弹，确保在需要开战时不会后院起火。要弄清这个说法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习近平上任之初。大约10年前，习近平刚接掌中共最高权力时，就将目光瞄准了军队内部积弊已久的腐败和派系问题。早在2014年前后，他就借着军中反腐之名，拿下了2个重量级的军头徐才厚和郭伯雄。这2人曾是中央军委前副主席，位高权重，却也臭名昭著。他们大搞卖官鬻爵，收受巨额贿赂，导致军中贪腐横行，军纪废弛。有传闻称，调查人员从徐才厚家中地窖一次就起出上吨重的现金和玉石，场面惊人。至于郭伯雄，在位期间更是批量出售将官职务，令军衔几乎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。习近平斩落这2只大老虎，震慑全军，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军队不可碰的禁区。此后数年，军中各级将领接连落马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习近平执政以来，副军级以上军官因贪腐被查处者多达数百人，仅上将就有数十位。整整一代解放军高层几乎被洗牌重来，军中反腐的风暴就此拉开序幕。在此之前，
解放军内部长期存在一种潜规则，例如论资排辈、买官升迁、裙带关系横行。一些高级将领借着和平时期无战事，热衷于经商敛财，把部队当成生意场，把军饷当成自家钱袋。更有不少红二代和高官子弟凭借出身被提拔重用，实力平平却位居要津。这种积习在改革开放后一发严重，导致解放军表面看装备先进，实则内部顾及丛生。如果任由这样的军队去打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习近平显然深知这一点，于是自2014年起，我们看到习近平对解放军开刀动手术，开始大力整顿军中弊病。除了徐才厚、郭伯雄几位巨贪相继被查办外，几年内又有多名上将落马，比如前总参谋长房峰辉、前总政治部主任张扬等。他还打破了军队的旧有体制架构，在2015年底至2016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改。那次改革撤销了大权在握的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、总装备部4大总部，改设联合作战指挥的联合参谋部、政治工作部、后勤保障部、装备发展部等新机构，并将原有的7大军区整编为5大战区。同时新成立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，前者统一掌管战略导弹与核武库，后者负责网络战、太空战等高科技领域，以全面提升解放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。这相当于把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军队系统打散重组，使各军兵种更加服从中央军委的集中领导，避免各自为政。经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手术，习近平在表面上建立了对军队的高度掌控。那些年里，军中上上下下人人自危，昔日军官们习惯于酒桌上跑关系、找保护伞的日子结束了。然而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？未必。一方面，长期积累的腐败生态不可能一夜根除；另一方面，一些身居高位者表面效忠，私下未必没有小圈子和其他利益勾连。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习近平需要让更忠诚可靠，同时具有实战化思维的人来担负起军队现代化和备战重任。因此，新一轮的军队整肃在20大前后再度加码。2022年底召开的中共20大成为一个分水岭，习近平打破惯例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军委主席，开启他执政的第3个任期。他在党代会报告中反复强调，备战打仗要求军队全面提高打赢能力。习近平严肃地指出，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，全军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备战上。从这番话可以看出，他已经把打仗当成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可能。可以想见，习的目标之一就是在未来数年内做好对台湾可能动武的准备。而要让解放军真正具备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实力，内部的毒瘤和隐患必须清除干净。果然，20大刚过不久，从2023年起，解放军内又掀起了一波密集的人事震荡与反腐行动。先是掌管中国核与导弹力量的火箭军高层在夏季突然大换血，包括火箭军司令李玉超、政委徐中波等人在内的一众将领离奇消失。随后官方证实，火箭军正在调查腐败问题。对这支战略部队，同时还传出更惊心的消息，有高层将领涉嫌将机密情报泄露给外国情报机构。虽然官方未明说细节，但外界普遍联想到，美国近期对中国火箭军部署了如指掌般的精准制裁行动，或许与内部泄密有关。这种可能性无论真假，都足以让北京如鲠在喉。无论如何，习近平为保证这支掌握核武重器的部队绝对忠诚，不惜痛下杀手，以致原火箭军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。新任司令换成了并无火箭军背景的海军上将王厚斌，新任政委许学强则出自陆军，两位掌门人都与火箭军系统毫无瓜葛。习近平以这种跨军种外科手术式换将手法，彻底打散了火箭军既有的人事圈子，表明了破除山头势力和对内鬼零容忍的决心。接着，在2023年下半年，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消失2个月后被免职。李尚福曾是军械装备采购系统出身，从2017年起掌管装备发展部，升任国防部长仅半年就出事，原因据信也是涉及军事装备采购领域的贪腐问题。
李尚福能平步青云，很大程度上靠了张幼霞的提携。李尚福的父亲也是开国老将。此外，李尚福因向俄罗斯购买武器曾被美国制裁，但这些背景都没能保住他的乌纱帽，最终依然栽倒在军内腐败网络中。张幼霞、李尚福二人前后落马，背后牵连出来的很可能是整个解放军装备采购系统常年累积的黑洞。除此之外，军委另一名成员，主管政治工作的苗华，也在2023年底卸任退休。据传，同样因为没有通过习的忠诚考核，苗华曾任海军政委，因紧跟习核心而青云直上，但到了一定年龄，也不得不黯然退场。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也在2025年低调去职，外界怀疑他未能幸免于新一轮清洗浪潮。何卫东曾主政东部战区，被视为熟悉对台作战的指挥官，但在最新的人事调整中同样没有留下。这样一来，短短2年间，习近平在20大刚刚启用的军委班底几乎全数易人。现在再回到张幼霞和刘振利的倒台案件，这2起同日宣布的消息中，官方定调他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并特别强调他们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这种措辞异常严厉，可见中共内部对张幼霞的指控已不仅是普通的经济问题。一些知情人士透露，在官方公布前，中共高层专门召开了一次内部通报会，直指张幼霞搞小圈子、滥用军权、大肆卖官鬻爵、收取贿赂，提拔了像李尚福这样的不肖下属。同时，更惊人的是，他被控泄露中国核武器领域的核心机密给美国。虽然这样的指控听起来近乎匪夷所思，很多分析人士也质疑其真实性，但单单提出核机密泄露这一条，就等同于给张幼霞扣上了通敌叛国的帽子。报道称，部分证据来自近期落马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原总经理顾军，可能是他牵出张幼霞案。如果连习近平多年倚重的张幼霞都涉嫌如此严重的问题，那在习近平眼中，军中还有谁是完全可信的？答案恐怕是，除了彻底重建指挥系统，别无他法。至于刘振利，官方细节透露较少，但作为总参谋长，他也难辞其咎。若是他对习主席的作战意图阳奉阴违，或者作战计划被内鬼提前泄露给敌方，那将是何等致命的打击。习近平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最可怕的场景，才要在战前将一切可能的变数提前清零。想象一下，一支部队千辛万苦登上外岛，如果因为指挥官犹疑错失战机，或者因内部泄密使作战方案为敌方所知，整场行动都可能功亏一篑。这正是北京当局最不愿看到的。那么，习近平为何选在此时此刻祭出如此大规模的军中清洗行动？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看，都指向一个关键词，就是战争。具体说，就是为了打好一场未来的战争，尤其可能是对台湾的战争。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，中共早已定下要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0年奋斗目标的期限，被认为是北京对台动武的一个潜在窗口。随着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加深，北京高层或许认为，越往后拖动，武难度越大，必须抓住眼前这几年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。因此，对于中共而言，要打赢未来的战争，先要把家里的定时炸弹拆干净。历史上，腐败和派系林立的军队在战时往往表现不堪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世纪晚清的八旗绿营，因循守旧又贪污舞弊，碰上西方列强便一败涂地。时至今日，大国现代化军队中腐败依然是致命伤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，俄军后勤补给不力，指挥混乱，暴露出平日军纪涣散、将领谎报军情等种种问题，其背后正有多年腐败的影子。普京的俄军尚且如此，国民党军队当年在国共内战中兵败如山倒，也有贪腐余毒和指挥离心离德的因素在内。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国解放军，如果不提前治疗完整，真到用兵之时，只会更吃大亏。习近平显然不愿冒这个风险，更何况战争不仅考验军队的武器和战术，更考验高层指挥的意志统一和忠诚度。历史教训早已证明，
如果高级将领各怀心思，临阵动摇，战局往往会瞬间崩盘。比如2003年美军攻打伊拉克前夕，就有报道称美国通过利诱成功策反了萨达姆手下一些将领，导致伊军许多部队不战而溃。再例如2019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一度面临军内高层倒戈的危机，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声称获得部分军队支持，差点引发内乱。伊朗方面近年来数起核机密外泄和重要人物遇袭事件，也被怀疑是内鬼所致。美国擅长从内部击垮对手政权，这一点令北京如鲠在喉。况且不少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和财产多年来早已转移境外，一旦中美对抗加剧，这些家庭背景可能成为将领们的软肋，给美国以可乘之机。习近平深知这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危险，因此他10年来对军队的掌控和整肃，实际上就是在为可能的决战未雨绸缪。他一方面清除贪官污吏，提高军队的纯洁度和战斗作风，另一方面扶植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将领上位，确保指挥链统一高效。不管你资历多深，功勋多高，只要有二心或者存在重大嫌疑，就不能留在关键岗位上。张又侠的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在打赢这个最高目标面前，习近平已经不惜一切代价。那么经过如此大换血后，解放军是否就准备好随时上战场了呢？至少从北京方面来看，他们希望是如此。张又侠和一众老资格将领的倒台，短期看让军队高层出现经验断层，甚至出现群龙无首的真空状态。有人或许担忧，如此频繁的高层震荡会削弱军队的稳定和士气。历史上，苏联领导人史达林曾在2战前对红军高层进行大清洗，结果导致优秀将领奇缺，在战争初期付出了惨痛代价。不过，习近平显然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。在他看来，被拿下的那些将领既不忠诚又贪腐无能，他有信心以更可靠的新人才来填补空缺。然而，我们不要忽视另一面，习近平其实早已为新人让路，进行了精心布局。例如在火箭军出事后，他破格从外军中选人，派海军上将王厚斌空降担任火箭军司令，陆军中将徐学强调任政委，彻底打散了原火箭军的人事网络。同时，大批50多岁的新一代将领开始走上前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张又侠等老一辈实战派谢幕，现任高层将领几乎都没有真正上过战场的经历。或许在北京看来，现代信息化战争与昔日大不相同，过去的经验不如当下的忠诚和能力更重要。这些后起之秀多半是50多岁，不少人在近年的军事演习和多样化任务中表现出色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没有深厚的旧派背景，对习近平个人也毫无二心。这批新晋将领普遍受过现代高等军事教育，有的参与过亚丁湾护航、国际维和等实战任务，见识过一定的风险挑战。相比年长一辈，新一代军官的思维更趋实战化，对习的命令执行也更加坚决。可以预见，不久的将来，新的中央军委成员将走马上任，而在全军上下各级单位也会继续深入清查问题。一场更大范围的整顿风暴或许正在进行，直到习近平认为所有潜在的不稳因素都被清除为止。事实上，这场整顿已经延伸到军中各个领域。2023年，中纪委驻军委纪检组还发布通知，要求近5年来参与装备采购的军官限期自查自纠，主动交代问题。这种做法前所未见，可见整肃决心之大。对普通军官士兵而言，高压反腐和频繁的人事更替，短期内可能造成紧张情绪，甚至一时士气受挫。一些官兵难免人心惶惶，担心稍有不慎就成为整肃对象。不过长远看，习近平要塑造的是一支令行禁止、绝对忠诚、敢打硬仗的武装力量。当然，这支被大换血后的新军队究竟战力如何，还需要未来的实战来检验。然而，北京显然有信心认为，在清除了内鬼与毒瘤之后，他们取胜的概率将大大提高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绝对战争状态这个概念。什么叫绝对战争状态？简单理解，就是一种全面动员、统一意志的战争准备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
一切可能影响胜利的隐患都要铲除。和平时期的常规和惯例可以暂时放在一旁，一切资源和力量都将为战争服务。从政治到经济，从舆论到军事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，朝着一个目标运转，其目标就是打赢未来的战争。观察近年来中国方方面面的动向，我们发现这种战时动员的味道正变得越来越浓。政治上，习近平反复强调能打仗、打胜仗，并推行所谓共同富裕，以减少社会内耗，号召全党全军高度团结，听从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。经济上，中国着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，提升晶片、航空航天等战略科技的自主能力，未雨绸缪应对可能来自西方的制裁。社会上，宣传机器，高唱爱国主义和强军调门，塑造随时准备迎战的民意基础。今年以来，沿海的福建、广东等省加强了战备动员演练，例如福建推进人防工事建设，组织居民防空疏散演习，广东也开展了大规模应急演练，提升战时生存能力。可以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整个国家机器都在为可能的冲突默默运转。外交上，北京的态度日趋强硬，特别是在台海、南海等主权问题上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在强化印太同盟，增加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，台湾则加紧提升后备役战力，准备应对可能的进一步挑衅。各方动作频频，更让紧张局势雪上加霜。而军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，只有当军队内部铁板一块，上下同欲，具备了现代化的作战能力，且没有内患之忧时，北京才可能放心地启动外部军事行动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北京下令攻打台湾，却有某个掌握重兵的指挥员临战畏缩不前，或者作战计划被内鬼提前泄露给敌方，那将是何等致命的打击。习近平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最可怕的场景，才要在战前将一切可能的变数提前清零。想象一下，一支部队千辛万苦登上外岛，如果因为指挥官犹疑错失战机，或者因内部泄密使作战方案为敌方所知，整场行动都可能功亏一篑。这正是北京当局最不愿看到的，所以他们宁可提前冒一些阵痛，也要把军中不稳因素统统扫地出门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看到张又侠的落马并非终点，而更像是一个新的起点，象征着中国军队已基本完成内部的自我净化，开始以随时迎战的姿态进入临战节奏。很多人把这次整肃比喻为暴风雨前的黑暗。在最终亮剑之前，习近平先挥刀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，换上一批全新的血液。这固然令外界感到震撼，但从他本人的战略盘算来看，却是将内部风险降到最低的必然选择。当然，我们并非在为这种战争准备欢呼，相反，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而言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。一支完全被领袖所驱使，准备背水一战的军队正在成型，意味着台海爆发冲突的门槛正在降低。一旦北京认为时机成熟，内部再无后顾之忧，就可能做出那个多年以来人们最担心的决定。总的来说，张又侠的倒台看似权斗激烈，实则更像是战争前夜的最后清场。北京强力整肃军队，不是内斗，而是备战。不论外界如何评价这场史无前例的军中清洗，它背后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：中国正加速进入绝对战争状态。张又侠的落马或许仅仅是开始，更大的风浪可能还在酝酿。对此，我们只能保持警惕，拭目以待。也许北京强力整军最终只是为了震慑对手，避免战争。也许他真的会按照最坏的剧本走向，炮火连天的那一天。答案如何，终将由未来来揭晓。我们现在所处的，或许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。